这一路曲折又漫长，有许多鸟语和花香，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。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，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，忘记他。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脚步，别把爱丢下迷了路。松开已久的手，可以再次紧紧握住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等一下身后的幸福。空了太久的心，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。这一路曲折又漫长，有许多鸟语和花香，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。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，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，忘记他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别把爱丢下迷了路。松开已久的手，可以再次紧紧握住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等一下身后的幸福。空了太久的心，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。妈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先挂了。下班了，他没回家吧？走的时候还说今天好不容易不加班，回去要陪媳妇儿呢。你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你去哪儿？我不让你走。松开。我不。
喂，娄总啊。啊，对，我忘回你电话了。对，24号，正好是个星期六，8点8分，行吗？哎，好嘞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阿姨，哎，我一会儿给您发一个手机过去，对，他叫文静。对，这事儿他负责。好的，再见。我回头把你的手机啊给娄总他妈妈，你给他对接一下，他们24号要结婚。24号结婚，不可能订到酒店的。那一天是这几个月最好的日子。把我们的让给他们。那咱们怎么结婚啊？不结了。为什么？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，那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。找个理由吧。什么理由啊？随便找个理由。你说什么理由？我现在不想跟你吵，请你让开好吗？我不，你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在等你给我解释。接受不了我的老婆在我不在家的时候，还跟别人打情骂俏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没有。宝贝儿，干嘛呢？宝贝儿，吃饭了吗？宝贝儿，你睡觉了没有？这他妈不是打情骂俏是什么？我要是这两天在网上，我跟别的女人这么说，你怎么想？啊？你吃饭了吗？你睡觉了吗？睡什么觉？跟谁睡觉？你动了我的电脑，你偷看了我的聊天记录。对，我看你聊天记录，我卑鄙吧？啊，我无耻吧？我小人吧？可以，那你去找一个不看你聊天记录的人嘛。那样的话，他永远都相信你，相信你是一个最纯洁、最无辜、最可爱的女孩子。你说什么他都信，你们两个幸福的在一起，然后他可以为了你打扮、工作、拼命赚钱，过上好的日子。那样的话，你们就永远的幸福的在一起了，非常非常的幸福。但是我做不到，我看见了，我已经发现了，我骗不了我自己。我现在很恨自己，对不起，是我一手毁掉了我们的幸福，对不起。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遍，我宁愿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我宁愿我不知道。如果昨天我没有接我妈的电话，如果我没有打开那个该死的电脑，如果我没有看到你的聊天记录，太寸了，太寸了，太寸了。不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根本就不需要你解释。你要去哪儿？我现在去哪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不准你走。我要去新房子。我不准你去！我不准你去！我不准你去！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我不准你去，那是我的房子，我的房子，我的房子，我不准你去住。那是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，可那写的是我的名字。那是我爸妈的钱，我不管，反正写的是我的名字。那是我爸妈买给我结婚的。那买给你和我结婚的。可咱们现在不结婚了。行，你要走就走吧，反正写的是我的名字，那是我的房子，我不允许你去住。我爸妈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，就为了一次性能交个全款，他还跟亲戚朋友借了那么多，你好意思说这房子是你的？那咱们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，我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我要嫁给你，你说不结就不结，你让我怎么跟他们交代？我爸妈他拿钱出来给我买房子，就是为了让我结婚的。哦，现在婚不结了，连房子也没了，我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呢？说不结婚的人是你，又不是我。你胡搅蛮缠！我不管，反正24号我必须要结婚。爱跟谁结跟谁结，我不跟你写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
反正那房子是我的。这是曹建坤给车上的保险，也快到期了，你把它交给汤美玉吧。车钥匙在信封里。他为什么不自己给啊？嗨，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孟宪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我要离婚。那你当初怎么会答应把房子写在他的名下？他跟我提出来了，我就不好意思，我就想我都要结婚了，那人家说我人都是你的了，你一个房子你舍不得写在我的名下，孟宪，你们是不是不了解婚姻法呀？我给你普及一下，婚前购买的不动产在离婚案件中都归产权登记方所有。不好意思，我真是出于不好意思。你们当初不好意思，现在就变得很难办呢。男人嘛，都好面子，是吧？结婚之前总不好意思斤斤计较。关键的不是我自己的钱，那是我爸妈的钱。那要是我自己的钱，我就给他了，没有问题。我一直骗着我爸妈，我都没敢跟他说这房子写在他名下。我求求你们了，真的，你们一定想想办法帮我把这房子要回来吧，要不我爸妈都不知道怎么活了。我求你们，这房子得要。多大的事儿，不就一栋房子吗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没什么问题。哎，那刚才罗律师不是说那房子写在谁名下，那就是谁的吗？还有什么办法？婚前所购买的房子属于婚前财产，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。法律同时还规定，当事人如果要求返还按照习俗所赠与对方的彩礼，查明属于此等情况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。懂吗？什么意思？这是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这套房属于婚前财产，你就要不回来了；但如果算是彩礼的话，你就有可能退回来。彩礼？对。你是不是要和他结婚，所以买房才把房子写成他的名字的？那你能不能证明买房的钱是你父母出的？能。他们给了我一张银行卡，然后呢，我就是拿那张卡刷的，然后买的房。好，现在就有法律依据了，你这个房子就能要回来了。怎么要？你自己能不能确定，这栋房是你给他的彩礼，而不是因为你就喜欢他，不跟他结婚，也送给他的赠与？那肯定不是赠与啊！我也不是土豪，是不是？我不能上来就送人套房子，是吧？再说了，那确实不是我的钱，那是我爸妈辛辛苦苦一辈子的血汗钱，就是为了买了给我结婚的。那房子得给我要，这还是得要那房子。我求求你们了，还是把这房子给我要回来。两件事，第一，你现在就搬进新房去住。他说房子是他的，不让我进去。你必须得住，法院判是谁的才是谁的。进去住。第二，咬定牙说这房子是你给他的彩礼，跟他说话千万小心，不管是谈话、打电话、发短信还是微信，千万不要让他抓住把柄，听懂没？这是我的名片。孟宪，你先坐一会儿啊，我跟池律师说两句话。让池律过来一下。你来帮忙。池大律师，这里是罗莉律师事务所，您一路过打酱油的捣串乱。是真对不住，我呀成习惯了，这个说完法律条款就掏名片，你要不拦着我，我就把我自己价报了。这个刚才我把名片往这一举一停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这哪儿啊？这习惯，但我不白聊啊，对吧？你想想，这个婚前财产，房子又是人家的名儿，你不按彩礼要，你要不回来。您说的都对，问题是您搞清楚了吗？人家是真要离婚，不是进门就说要离婚吗？也许在气头上呢。这么大事儿？那么大事儿，我觉得这事儿挺小，很大。这事儿小呀，这个马上就要办婚礼了，他在网上勾三搭四，这还没结婚呢。这要真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这男的哭都来不及。咱们现在只是听了孟宪一个人的说法，他现在又在气头上，说话都不经大脑。万一这事儿没他说那么严重，这事儿不严重就没有严重的事儿了。曹乾坤跟汤美玉的事情严不严重啊？文静犯的错跟曹乾坤比起来小多了吧？怎么就不能给人一次机会呢？组建一家庭多不容易啊！
怎么能说离就离呢？有道理。其实大是大非上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好，这个我不捣乱，你踏踏实聊案子啊。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原因。我现在就有事找你，你出去帮我安抚一下孟宪，我要出去一趟。现在？好长时间没买卖了，我练练业务嘛。你好，文静，我是孟宪的律师，我叫罗丽，我受他的委托，想过来和你聊一聊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弟弟，你那点事儿啊，跟我的事儿比起来，那都不是个事儿。哥，你真就那么赤裸裸的看见了？我亲眼看见的，我同事还在。哥，你心真大。那得是什么感觉？那个什么啊，不聊我了，说你呢。这个咱们说正事儿啊。谈恋爱啊，这个是跟一个人的优点在谈恋爱，结婚是跟这个人的缺点在过日子。人这一辈子谁没犯过错呢？哦，犯了错就不能原谅了。关键是，你还爱不爱他？不着急，你慢慢想啊，你还爱不爱他？关键是，你能不能和他一起解决问题？不着急，你慢慢想啊，想明白能不能跟他一起解决问题。离婚啊，不是唯一的方法，而且绝不是最好的方法。离婚是什么呢？离婚就是悲剧。哎，不对呀，哥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你好像不是那么说的。那不是还没聊透吗？改变了。透了。我不想离婚，我要房子，那是因为我不想离婚。你要是真的不想离婚，你就真的不能拿房子来要挟。你看上面那一个圈，那一个圈就代表我们吃过一次饭。有时候我1个月连1次饭都吃不上，他总说自己太忙。文静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那么忙是为了谁呢？我跟他说过，我说1周能不能有1次的机会是留给我的，他答应了。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做到过。这一天，没有客户，没有应酬，没有电话，只有我。在他心里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重要。客户比我重要，应酬比我重要，大学同学比我重要，高中同学比我重要，连他那些球友都比我重要。我们以前也吵过很多次架，每次吵架也都说分手。可是分手之后，我就特别的难过，他也就特别难过。后来我们就和好了。
记得有一次，那天是我过生日，他答应了，他说他跟我一起过生日。你知道那天我有多高兴吗？我就做了满满的一桌子菜等他回来。可是他就跟我一个电话，他说航班取消了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我不是说我爱上网聊天，我是因为正点我就一个人，周日一个人，周末一个人，过节我还是一个人。文姐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为什么要和孟显结婚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他。如果我没有这么爱他，如果我爱上别人了，我能这么难过吗？现在你静静的想一想，说出你此时此刻真正的想法。再去聊聊看。你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会跟他沟通沟通。干嘛呢？传教动员大会啊！群情激昂，没忍住，来，坐。真情所致，真情才能入。够仗义的，石海东，留到这会儿啊。应该。快给我倒杯水。好。怎么样，孟倩？来，自己好好看看。这是去年。对，这是你们家去年的台历，这是文静让我转交给你的，上面画圈的是你们去年在一块儿吃饭的日子。我算了一下，去年一整年，你们在一块儿吃晚饭的次数是15次，其中有2次还是吃了一半的。只有这么少吗？就这么少。那2次，我记得那2次是公司有事把我叫回去了。你答应文静的事情，文静全给你写台历上了。圣诞节的时候，你答应陪她去看电影，结果你又出差了，是吧？那次我从网上给他下载了，后来。那好。她生日的时候，你说你能赶回来陪她过生日，后来呢？那也不怪我，那个航班取消了。孟宪呀，文静是个女人，女人是需要被关爱、被呵护的。她又不是冰箱、洗衣机，买回来往那一搁就完了。你说你就是买一小猫小狗，你不也得经常抱着它，带它出去遛弯吗？我这给你好好听听啊，来自己拿。我们以前也吵过很多次架，每次吵架也都说分手。可是分手之后，我就特别的难过，他也就特别难过。后来我们就和好了。记得有一次，那天是我过生日，他答应了，他说他跟我一起过生日。你知道那天我有多高兴吗？我就做了满满的一桌子菜等他回来。可是他就跟我一个电话，他说航班取消了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我不是说我爱上网聊天，我是因为正点我就一个人，周日一个人，周末一个人，过节我还是一个人。姐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为什么要和孟显结婚呢？因为我爱他。如果我没有这么爱他，如果我爱上别人了，我能这么难过吗？
去，结果走急了，没跟文静说，文静就着急了。我们挺好的，我们好着呢。这个你就别操心了，多保重啊。他在呢，他感冒了，没事，出发能好。放心吧，一定能好，我今天晚上就治好他。再见。那你能好吗？主要是好不了，我就把咱们的酒店让给娄总他们，让他们去结婚了。我能好，周爸，我一定能好，我要跟你结婚。能好是吧？先把这个合约签了吧。先看看。结婚合约书，念念。甲乙双方自愿结为夫妻，双方约定每周至少共进晚餐1次，每周必须共度周末，甲乙双方必须尽到相互安慰、陪伴、忠实于对方。如有违约，净身出户。甲乙双方约定，一旦如果在婚姻中有不忠实于对方的行为，包括精神出轨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，甲乙双方不仅按净身出户，且需赔偿违约金100万。1个亿！你又骗我！怎么就哪这叫骗你？1个亿。那空床费怎么办？空床费是什么？那古时候有一个诗人是这么说的：“思君令人老，轩车来何时？上笔绘兰花，寒阴阳光辉。过时而不才，将比秋草微。”什么意思？那意思说的就是，有一个年轻的妻子，她成天一个人在家等老公回来，老公每天加班到很晚，回来的时候啥事儿都干不了了，妻子特别伤心，那青春就这么短暂。那你要现在不采蜜的话，过了这个时候，那花都枯萎。哎，不过这不能一起比啊！我觉得吧，你看这个古诗是古人写的，古人他不加班啊，哎，我加班啊，他不一样。我说的就是那个意思。哪个意思？就是那个意思。哪个意思？讨厌。哦，我知道是哪个意思了。哈哈哈，是那个意思。那个意思吧。那个意思。这真是时过境迁呀！以前自己的老婆现在都要跟人结婚了，真要去啊？是。你也够逗的啊！
你说你在外边躲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个你要是去了，汤美玉加焦艳艳，再加上萝莉给你开个批斗会怎么办？你不知道，汤美玉跟我说了，只要我这回去给卢川面子，以后我们俩的事都好说。这你也信？信，干嘛不信？哎，你得陪我去啊！我陪你去，你可真逗。这是我前妻要结婚，我去就等于去砸场子。你还是不是我亲哥了？你要不去，我自己去的话，万一这帮人合起伙来整我，我咋整？那我以什么名目去呢？人都没给我送请帖。新娘子的表姐夫的朋友。你不都要离婚了吗？新娘子即将要离婚的表姐夫的朋友加新娘子的前夫，怎么样？对对对，听着是个要挨揍的身份。不是不想陪你去，你呀，你不长点心想想，我怎么撞上那俩人的，对吧？就算我心够宽，岳群心能宽成这样。我觉得海东，啊，姐夫也在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两个3月10号结婚，给你送个请柬。哦，希望你到时候可以出席。就好。刚才海东还说呢，你说你要结婚了也没给他送个请柬什么的，不高兴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你的请柬必须要亲自递到你手里嘛。海东哥，我和我们家燕燕呢，就特别诚挚的邀请你去参加我们的婚礼。过去的事儿呢，你就让它过去。过去。哎，东哥，你不会不给我们俩面子吧？你一定到。那说好了啊。哎，坐。对了，我们两个还想有一个请求，哎，说。就是在婚礼当天，你当我们的证婚人，在台上当着大家的面儿给我们送来祝福，并且将我送到新郎手上。呀，姐夫，怎么了？啥玩意儿？夹鼻毛呢？你说？多大个事儿？不就是让他挽着你的胳膊，啊，让你把他送到心爱的男人手里去，那又能怎么样？那又不能让你去死啊！你把他当成亲人不就完了？你看我啊，我那个妹妹，我们常年呢也没什么来往，电话就更别说了。但是你说当她结婚的时候，我能不去给她送上祝福吗？我跟你说，像他们这样的人，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冲上去，你挺他们，那他们就会特别的高兴。说句心里话，燕燕把你当成她最亲的人，你如果去了的话，给她送上祝福，她肯定会特别开心。要是汤美玉嫁给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去吗？我一定会去。
琳达要从美国回来看爷爷奶奶，你看能不能安排个时间，一起吃个饭？你说我跟你女儿见面要是打起来了，你会帮谁呀？别开玩笑了，她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整天关心她老爸的感情生活。我向她提过你，她挺想见你，我觉得她一定会喜欢你。但愿如此吧，再等等。那好吧，找个机会再说。喂，美玉，我找曹乾坤陪我一起去焦艳艳的婚礼，他同意了。你俩又和好了？没有。上次吃饭之后，他就一直躲着我，我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了。这混蛋到底想干嘛呀？他是想这样一直分居下去，等了2年后，法院直接判你们离婚是吗？美玉，我得提醒你，2年以后孩子就2周岁了，到时候他再回来跟你争夺孩子抚养权，该怎么办？这些我都知道，别再给我普及了。我就求你一件事儿，婚礼咱们俩一起去，你帮我好好问问他，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还有，你别对他太凶，行吗？好，我陪你去，我尽量忍着不揍他。我接老吴电话。喂，在哪儿呢？在家了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累了。那好吧，早点休息。今天我跟你说过要跟孩子见面的事情，你不要放在心里。他在美国长大的，是那种特别阳光的孩子。你一定会喜欢他。还有。这段时间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想花点时间去陪陪他，带他玩玩。好啊，应该的。那你看看，能不能安排时间出来，咱们一起去玩玩，滑滑雪什么的。不用了，你女儿好不容易才回来，你们父女相聚，我就不添乱了。那好吧，我接个电话。